观众老爷们，大家好！今天要说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编年史第2卷。话说，我本来打算将第1卷的内容做成整合视频，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做60年代编年史，做完以后，我知道编年史第2卷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所以整合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话说回来，我想先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觉得第2卷会接着第1卷的末尾暴风城与最后的守护者继续说起呢？实则不然，第2卷开篇讲述的是德拉诺星球的故事。之所以描写德拉诺，是因为魔兽系列第1作的副标题“兽人与人类”，这德拉诺正是兽人们的家园。随着时间线的推进，黑暗之门的开启会将艾泽拉斯与德拉诺这2个星球的命运联系到一起。而在正式开讲之前，我收到了一些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魔兽系列的观众发来的建议，所以在我后面讲故事的时候，也会多照顾到这些朋友的。同时，以方便大家能把我的视频推荐给你身边没有接触过魔兽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来感受魔兽那庞大的剧情。下面呢，我会简要的介绍魔兽宇宙。魔兽宇宙是由著名游戏公司暴雪娱乐所创立的，它包含了即时战略游戏魔兽争霸系列，即魔兽争霸1兽人与人类、魔兽争霸2黑暗之潮与资料片穿越黑暗之门，以及魔兽争霸3混乱之治与资料片冰封王座。还有作为魔兽争霸系列剧情延伸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系列。直到2019年，魔兽世界已经发布了9个版本，按顺序来说，分别是魔兽世界经典救世、燃烧的远征、巫妖王之怒、大地的裂变、熊猫人之谜、德拉诺之王、军团再临、当前版本争霸艾泽拉斯，以及暂定于2020年上线的暗影国度。这个顺序既是魔兽世界版本的发布顺序，也是剧情的发展顺序。而除了魔兽争霸和魔兽世界外，魔兽宇宙中还包含诸如有多部桌面游戏、奇幻式卡牌游戏、被砍掉的电脑游戏《魔兽历险记：氏族之王》，以及大名鼎鼎的炉石传说系列。严格来说，炉石传说是一款与魔兽世界具有相同世界观的游戏。除游戏外，魔兽宇宙中还有许多内容丰富的小说、漫画、电影、动画短片等，这些通通都属于魔兽这个庞大的宇宙。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希望没有接触过魔兽的朋友能够有个基本了解。而在编年史第2卷中提到的德拉诺，是魔兽争霸2穿越黑暗之门以及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和德拉诺之王的舞台。德拉诺与艾泽拉斯一样，是一个星球的名字。在穿越黑暗之门的结尾，被能量炸碎的德拉诺变成了如今名为外域的地方。而燃烧远征中，玩家则会踏上外域进行全新的冒险。后来在德拉诺之王中，玩家会回到35年前平行宇宙的德拉诺，去面对全新的挑战。由此，我们首次在魔兽世界中见到了尚未破碎的德拉诺。这德拉诺是由双火岭、格尔隆德、法兰伦、赞加海、纳格兰、塔拉多、塔纳安丛林、阿什兰、阿兰卡、隐月谷这些区域构成。刚刚提到的那些区域，在后面的编年史中会介绍其中的部分区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里，可能很多玩过游戏的朋友会问，法兰伦这个地方是哪？怎么在游戏中没有见过？其实我们只要对比下外域与德拉诺的地图，你就会发现法兰伦这里对应的是虚空风暴这张地图。实际上，在德拉诺之王公布初期是有法兰伦这个区域的，甚至暴雪已经做了该区域的建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暴雪放弃了法兰伦。虽然他们对外宣称是因为该区域的剧情与版本剧情有些脱节，不过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最真实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我们本期的主题，所以我就不多加猜测了。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编年史中出现的一些内容，在游戏中是找不到原型场景或角色的。而为了还原编年史，我会借用一些电影或者是其他游戏的画面，这里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下面我们正式开启本期的节目。编年史的第2卷要从宇宙诞生时说起，后面会有部分内容在第1卷的第1集中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会适当的跳过一些内容，只说重要的部分。宇宙的诞生源于光明与虚空的激烈碰撞，这2股截然相反的能量不断碰撞，导致了灾难性的能量爆破。而宇宙的诞生正是在能量碰撞的余波下形成的。关于宇宙，它有着2个不同的名字。我们玩家所在的实体宇宙名为黑暗虚空，黑暗虚空的平行星际位面被称为扭曲虚空。后来在扭曲虚空中孕育了一些秩序、希望与生命的守护者，他们的灵魂即世人口中的世界之魂。世界之魂由不同世界的炙热核心所形成。在沉睡多年后，这些世界之魂觉醒成为巨大的泰坦，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世界。最初觉醒的泰坦阿曼苏尔在扭曲虚空中游荡，寻找并唤醒其他沉睡的同伴。那些被阿曼苏尔唤醒的泰坦们创立了万神殿，他们知道秩序的重要性，所以每当他们遇到新的世界时，都会用自身无比强大的力量为其缔造秩序。而有了秩序，必然也会有其他势力的存在。
宇宙中那名为虚空领主的邪恶生物，在泰坦身上看到了极大的潜力，将其视为服务于虚空的武器。哪怕有一位泰坦屈服于虚空领主的腐化之力，其力量也足以导致整个宇宙的毁灭。好在他们无法腐化一个完全成熟的泰坦，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尚未成熟的泰坦，也就是沉睡的世界之魂。他们派出名为上古之神的邪恶生物，在宇宙中搜寻着沉睡的泰坦。与此同时，泰坦们却对虚空领主的计划一无所知。尽管在他们寻找沉睡的同伴时，也曾遇到过其他黑暗的生物，这些生物的形态和语言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恶魔。这些恶魔是混乱的代名词，它们起源于扭曲虚空的荒芜地带，不断地在泰坦塑造的秩序世界中掀起浩劫。后来，万神殿中有2位泰坦挺身而出，向恶魔宣战，他们的名字是萨格拉斯与阿格拉玛。这2位全宇宙空前绝后的伟大战士，在星辰间追击恶魔，因此他们见证了许多世界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他们的意志坚不可摧，直到独自追击恶魔的萨格拉斯见到了一颗枯萎的星球，并察觉到了上古之神的存在。他通过拷问星球上的纳兹雷斯姆，即恐惧魔王的恶魔，了解到了虚空领主企图腐化沉睡世界之魂的轨迹，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与恐惧。无奈之下，他只好摧毁了被腐化的世界之魂。后来，他苦心思索着该如何阻止虚空领主。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存在的本身就是缺陷。若不想虚空领主的阴谋得逞，必须烧光所有造物。他认为，虽然方式很极端，但却也很必要。等萨格拉斯回到万神殿，将他的发现与想法告诉众泰坦时，却没能和他的泰坦同伴们达成共识，甚至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在此之后，萨格拉斯失去了对万神殿的所有信仰，从而离开了万神殿，消失在了混沌的黑暗中。这里要说一个小插曲，在最初的设定中，萨格拉斯是在纳斯雷兹姆和艾瑞达这2种恶魔的影响下才陷入堕落的。后来，这个设定经过了多次修改，最终变成了目前的版本。顺带一提，艾瑞达这个种族在《魔兽争霸3》的设定中，其本身就是恶魔的一种；而在后来的设定中，艾瑞达人是阿古斯星球的居民，是堕落的萨格拉斯腐化了这群艾瑞达人。这段内容我在编年史第1卷的第2集中讲过了，并且这段故事的发生时间实际上是在我下面要讲的堕落的萨格拉斯之后的。这里我只是顺带提出来，希望大家不要理解错了。话说回来，由于萨格拉斯的离去，阿格拉玛只能独自应对虚空中的恶魔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愈发想念与萨格拉斯并肩作战的日子，而此时的萨格拉斯却早已下定决心要用火焰净化宇宙，绝不能让虚空领主的阴谋得逞。于是他策划了名为燃烧的远征的行动，并招募了忠诚的毁灭使者。这些家伙是萨格拉斯曾经的敌人恶魔。在很久之前，萨格拉斯创造了放逐位面马盾，将恶魔们囚禁在这里。现在他又来到了这里，打碎了马盾，马盾因此发生了邪能爆炸，将其原本高贵的泰坦形象变为了堕落的恨意熔炉。他将释放出来的恶魔悉数纳入自己的麾下，并将这支恶魔大军起名为燃烧军团。军团在宇宙中四处作恶，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世界。在这场堪称浩劫般的远征开始前，有一颗小星球正在宇宙的遥远角落里渐渐成型。这个小世界在往后的岁月中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它是强大的食人魔语言中已知的陆地德戈尔，也是智慧种族亚人文明里的太阳之石拉克沙。但现在大多数人将这个世界称其为德拉诺。德拉诺完全不同于艾泽拉斯，既没有世界之魂沉睡在其中，也没有狂躁的元素之灵。之前在编年史第1集中曾讲过，艾泽拉斯星球上的水、火、风、土4大基本元素，以及第5元素灵魂。由于艾泽拉斯沉睡的世界之魂蓬勃生长，从而吸收了第5元素灵魂，这使得艾泽拉斯的元素变成了实体，它们彼此交战，令原始艾泽拉斯世界变得异常混乱。而在德拉诺星球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充满了第5元素生命之灵。注意，编年史第2卷中称第5元素为生命，而第1卷中的第5元素是灵魂。我在看编年史的时候就产生了疑问：灵魂与生命是翻译不同吗？还是这根本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元素？后来我去查了国外资料站，发现第5元素在英文原版中被称作 Spirit， 直译的意思是精神、心灵、灵。它也被称作是生命之灵或者荒野之灵。此外，它还是熊猫人武僧所说的气。当中还提到 Spirit 是导致艾泽拉斯元素狂暴的原因，而在德拉诺星球上也有这种能量的存在，所以我姑且把灵魂与生命理解为同一种能量，只是第1卷与第2卷的翻译叫法有所不同罢了。下面我还是按编年史第2卷的叫法称其为生命好了。由于德拉诺并没有世界之魂的存在，星球上充满了生命之灵，这股力量对其他元素具有安抚效果，调和了他们的暴力，并阻止其形成实体。除此之外，
生命之灵还加速了植物群的生长，使得整个德拉诺变成了一个充满野性与生机的摇篮。在这个星球上，唯有弱肉强食、以暴制暴才能得以生存。而其中最强大的掠食者依靠的并不是尖牙与利爪，而是根须与荆棘。一种极具侵略性的食肉类植物出现在了德拉诺，这些植物后来被称之为孢子群落。这些孢子通过卷须状的藤蔓，将触及之处的所有原始兽类通通饿死。除藤蔓外，它们还生长出荆棘与剧毒豆荚这样的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孢子群落逐渐向外扩张，它们所到之处都会长出茂密的森林和沼泽泥潭。没过多久，这些孢子就遍布了这个世界，就连偏远的角落也不例外。它们不光在地面上蓬勃生长，其根须更是深深地扎进地下，在寻找水源的同时，根须还会从岩石与土壤中汲取第五元素。在吞食了这股原始能量后，使得德拉诺上的所有植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机体。这些孢子群落与其他植物被称为永茂林地。一旦有重大威胁迫近，永茂林地便会一致对外。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样的威胁根本不存在。在德拉诺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与其抗衡。而在宇宙中，阿格拉玛一直没有停止追击恶魔的脚步。这份伟大的使命将他带到了德拉诺附近，而此前还从未有其他泰坦发现过德拉诺的存在。阿格拉玛徘徊在星球附近，尝试倾听星球是否有沉睡的世界之魂，结果却毫无收获。尽管没有世界之魂，可德拉诺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从未见过如此贪婪的植物群，整个星球都充满了野性的生命气息。但同时，他也察觉到了异样。在他仔细地观察了永茂林地后，发现如果不加以遏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被植物所吞噬。在星球的生物链被切断后，永茂林地最终也会因为没有食物而落得自我毁灭的下场。最后，德拉诺上的一切生命迹象都将消失，只剩下黄沙与荒芜。他清晰地预见到了德拉诺的未来。虽然他的使命提醒他需要继续去追击恶魔，但他却不能置德拉诺的命运于不顾。因为对于泰坦来说，为星球建立秩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想到这里，他决定对德拉诺的植物体加以控制和调节。为此，必须消灭永茂林地的核心孢子群落。可是他不能亲自采取措施，因为若是他亲自出手，肯定会对星球造成无法预估的伤害。于是他决定以自己为模板，塑造一个强有力的仆从，代替他铲除孢子群落的危害，维护德拉诺的平衡。阿格拉玛牵引着星球上的火焰、空气、大地与流水的能量，卷起了一场元素风暴，灌注进了德拉诺最为高耸的山岭中。随后，那座山峰获得了生命，山峰上遍布着元素之力，又或者说，它就是德拉诺星球上元素的化身。阿格拉玛将他的造物起名为葛隆德，让他替自己守护德拉诺。葛隆德奉阿格拉玛之命，立刻踏上了征途。他就如园丁一般，疏浚河流，雕凿谷地，堆砌高山。他将永茂林地分割开来，径直朝着最近的孢子群落进发。这些孢子群落的高度与哥隆德相差无几，他们虬结的根须突然从土壤中爆出，缠住了哥隆德，企图阻挡他继续前进。然而，格隆德毫不费力地就挣脱了根须的缠绕，并将手指扎进孢子群落，奋力一拽，把它从星球表面上撕扯下来。由于孢子群落同为一个整体，当一个倒下时，其他孢子群落全都痛苦地颤抖着。于是，孢子群落从周围的森林、丛林与沼泽中吸取生命精华，而那些失去了生命精华的土地立刻变得枯萎不堪。孢子群落在获得生命能量后，拔地而起，形成了3个可以在世界上自由移动的存在。它们每个都是永茂林地中一块区域的化身。这3个分别是沼泽与真菌的化身赞加、原始森林的化身波塔安、茂密丛林的化身纳亚努。这3个孢子群落联起手来对抗葛隆德。此时，阿格拉玛在德拉诺上空俯瞰孢子群落与葛隆德的战斗。孢子群落凭借他们之间的心灵感应，默契配合，协同作战，一时间把葛隆德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然而颓势仅持续了片刻，哥隆德与阿格拉玛一样，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岂会轻易倒下？哥隆德汇聚全身奔涌的元素之力，向孢子群落发起猛攻。孢子群落拼尽全力抵挡着元素巨人的怒火，双方打得有来有回，互有胜负。不知道他们打了多久，3个孢子群落中体型最小的赞加倒了下去。哥隆德将赞加的尸体从地上抓起，撕成2半。紧接着，哥隆德追击另一个孢子群落。没过多久，纳亚鲁也倒在了哥隆德的攻势之下。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赞加腐烂的身躯变成了一片真菌丛生的海域，人称赞加海。而纳亚鲁破损的躯壳慢慢化为泥土，形成了塔纳安丛林。在哥隆德连续击败了2位孢子群落后，自己也受了重伤，躯体上遍布战斗留下的创伤与裂痕。剩下的波塔安感受到了敌人的虚弱，但是他丝毫没有轻敌，他需要更多的力量。于是他从纳亚鲁和赞加的尸体身上汲取了剩余的生命精华。
变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之后的战斗就是波塔安和哥隆德的1对1较量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哥隆德最后是否能战胜波塔安呢？德拉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下期我们将接着讲述原始德拉诺的故事，敬请期待。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一键3连哦！不管怎么说，编年史第2卷总算开更了，大家是不是要多支持一下呢？好了，我们下期再见。